好，我是大黄。在节目的最开始，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进行一次幻想。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个美好的周日清晨是什么样子的。我来猜一下，也许是你会睡到自然醒，太阳照到被子上感觉暖暖的，头脑慢慢的清醒过来，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起床给自己做个早饭，不紧不慢的煎个鸡蛋，烤2片面包，倒一杯牛奶，然后慢悠悠的吃完早饭，洗好盘子。接着你把手擦干，从从容容的给自己做一杯手冲咖啡，然后拿起一本想看了很久，但是因为平时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时间看的书，走到窗边，窝进懒人沙发里，被绿色的植物和阳光包裹着，慢慢进入书本中的世界。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听起来很美好？你曾经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周末吗？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没有，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样一个悠闲简单的周末。有孩子有家人要照顾的，或者要加班的，我们先不说，即便在完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这样的周末离现实也很远。现实情况是，我们的周末很少是悠闲的，它更有可能是这样的。周末你想睡个懒觉，结果由于生物钟的提醒，不管你周5晚上嗨到几点，你还是在周6早上7点准时的就醒了，想多睡一会儿也睡不着，而且还感到很困。你拿起手机想看看几点，好巧不巧，手机上有3条微信提醒，你习惯性的点开看了看微信，虽然是无关紧要的群聊消息，但是既然已经到这儿了，来都来了，不如再看看朋友圈好了，好像那边有一个新的点赞。这朋友圈一看越来越精神了，不如再刷刷短视频吧。10个短视频刷下来，这下彻底精神了，再也睡不着了。行，那就索性起床吧，毕竟也有点尿急了。于是呢，你就去上了厕所。在卫生间里，你看到洗衣机门开着，想起来一会儿该把衣服洗了。坐在马桶上，你看到卷纸用完了，赶紧拿出手机打开淘宝下一袋卷纸。在买卷纸的路上，你又顺手点了优惠凑单的内衣裤专用洗衣液1小瓶。下完单还没有走出卫生间，你已经把要洗衣服这件事情完全抛在了脑后，因为你发现卫生间的垃圾桶满了。你把垃圾袋拎出来，打开抽屉，想找新的垃圾袋，结果眼睛的余光瞥到了水龙头上斑驳的水渍，于是你又扭头去找抹布想要擦水渍，但是呢，抹布就不在你以为的那个地方，于是你又转身去厨房找抹布。进了厨房，你想着说要不先把鸡蛋煮上，这样在等鸡蛋煮熟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干一点别的家务。拿出鸡蛋，你又看到了冰箱里躺着一堆放了很久快要变质的剩菜，你就把剩菜拿出来倒掉，开始洗碗。洗到一半，你又想到等会儿要不吃完早饭把碗一起洗吧，这样效率更高，所以你就把刚才洗了一半的碗放下，心想那在等鸡蛋煮熟的时候我还能干啥呢？哦，对了，你一眼瞥到阳台奄奄一息的绿植，好久没浇水了，再不浇该挂了，于是赶紧浇水。浇水的时候呢，有一些水泼到了地上，你赶紧拿来拖把，把水拖干。拖着拖着发现地上怎么这么脏，好久没拖了吧，要不索性把地板都拖了得了。然后就在你认认真真拖地，拖完客厅拖卧室的时候，你隐约闻到了一股焦糊的味道。诶，这是什么味道？哪里着火了吗？怎么回事？哦，是厨房煮的鸡蛋呀，你还煮着鸡蛋呢，忘得干干净净，鸡蛋糊了。这是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是我生活中非常普通的一天。忙忙碌碌的一个周末，等到一天结束，感觉好像一直在忙，但又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做。回忆的时候，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活得忙忙碌碌的，感觉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变得特别细分，每一个生活的步骤都可以被精细地分为很多琐碎的细节，等着我们去完成。光这样生活就已经很忙碌了，但我们还偏偏有一个手机，它无时不刻地呼喊着，想要博取我们的关注。
于是我们的注意力又被分走了很大一部分。除了这些外部因素之外，我们人类的大脑本身也是很不安分的，几乎每隔3秒就会有一个新的想法产生，来替代刚刚3秒前产生的老想法。3秒之后，又会有更新的想法来替代现在这个。这些杂乱的奔涌的想法也会让我们的注意力随时跑偏，等你回过神来，思绪已经飞得很远很远了。如果你也有过这种身体在忙活，脑子在漫游的周日，大概率你会在网上刷到你是不是有 ADHD 的测试。ADHD 用古话说就是多动症，现在打开社交媒体，人均都能对号入座几个 ADHD 的症状，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拖延、选择困难。互联网医生啊，比3甲医院还忙，一天能诊断800个 ADHD。但是 ADHD 真的这么泛滥吗？那些被我们称为注意力不集中、不自律的背后，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大脑逻辑？今天我们就借着我脑海中的游乐场这本书，好好聊聊这个被互联网玩坏的话题 ADHD， 以及它背后更重要的神经多样性。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理问题，是不是就一定是病？是不是一定要以某种方式获得诊断？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看到的那么多的病，那些所谓的障碍，包括 ADHD， 还有 BPD、NPD 等等这些代表某种不正常状态的字母。当一个人被贴上这些字母标签之后，它会给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心态带来怎样的影响？而我们的社会又应该做些什么呢？这是我们这期播客想要通过我脑海中的游乐场这本关于 ADHD 的书进行探讨的。那我们先从 ADHD 开始吧。说了半天 ADHD 的意思是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那样光用多动这2个字就不足以全面的代表 ADHD， 所以多动症这个古老的称谓也就逐渐被时代抛弃了，转而开始用 ADHD 这个英文简写来代表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在我们这个注意力短缺的时代，表面上看起来几乎是人均 ADHD， 但真的是这样吗？到底什么是 ADHD 呢？我脑海中的游乐场这本书的作者安杰丽娜·伯格尔本身就是一个 ADHD 患者，虽然从小就表现出 ADHD 的症状，但是由于小时候精神健康意识的缺失，而作者又是一个女孩，这和大家一般刻板印象中的 ADHD 患者，一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的这个形象不太一样，所以女孩的 ADHD 症状也就比较容易受到忽视，以至于作者直到29岁的时候才最终确诊。确诊的时候已经被称为是成人 ADHD。 这个作者伯格尔是个德国人，相对来讲德国的医疗体系比我们国家还是会稍微更发达一些。作者的 ADHD 经历了这么多年才得到确诊，那我猜想在国内的医疗层面，成人的 ADHD 可能还没有很完善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不过感谢社交媒体啊，现在互联网的民间诊断可能已经甩德国好几条街了。我开个玩笑啊，网上的段子可以听一听，但是把互联网诊断当真了，那就麻烦了。那话说回来，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去记住 ADHD 这4个字母指代的是什么。关于 ADHD，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4个核心的字。哪4个字呢？就是执行功能。我们大脑的运作和电脑的操作系统其实是有点类似的。电脑里面有一种文件类型是 EXE 后缀的，这个 EXE 就是 execute 的缩写，它的意思是执行。当你看到一个 EXE 后缀的文件，鼠标双击，这个文件就会被打开，被执行。那我们人脑也是类似的，它有一个执行功能。这个执行功能来自神经科学和神经心理学，指的是一个人在考虑到所有环境因素的情况下，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这个执行功能的控制中心，它位于大脑的额叶，也就是靠近我们额头的这一块大脑。而执行功能不足是 ADHD 人士在生活中面临挑战的核心所在。当我们理解了执行功能，再去看 ADHD 就会很容易理解了。执行功能往往是由3个部分决定的。第一个部分是控制冲动的能力，也就是说能不能先忍一忍。
这里不单指的是小男孩能不能克制自己，别动来动去的，别那么好动，而是指我们，也包括成年人，能不能克制当下的欲望，优先做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你下周一有一个报告要提交，你周末要赶紧把它写出来。你打开电脑想先写提纲，结果这个时候弹出了一条短视频，手呢就不受控制的点了进去，一点进去，短视频刷了1小时才反应过来，我正事儿还没干呢。再比如说，和人聊天的时候，脑子里面刚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没办法等到别人把话说完，就会忍不住的打断对方。还有比如说，在逛街的时候看到打折商品，明明用不上，却因为当下觉得划算，就没多想就下单了，然后事后又后悔。这些都是控制冲动的能力不足，大脑总是被及时满足带跑，没有办法聚焦长远目标。决定执行功能的第2点重要的因素是工作记忆的运用能力，也就是能不能记着事儿。工作记忆就像是我们大脑的临时缓存，负责存放当下要用的信息，还得能够随时调出来。比如说，你出门前想好了，我要去超市买牛奶、面包、鸡蛋，结果到了超市，你就只记得买牛奶，转了2圈就忘了另外2样我要买啥来着。这就是说，你的工作记忆不太够，不太行。再比如说，领导交代你要做3个事情，把文件发给我，约好明天的会议，提醒同事补材料。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结果一转头，处理完第1个事情，后面2个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些都是工作记忆不够用，大脑存不住待办信息，就很容易顾此失彼。影响执行功能的第3个因素是灵活变通的能力。这个指的就是当你遇到变化或者意外的时候，能不能快速的调整思路，而不是卡在一个地方钻牛角尖。比如说，你原本计划周日上午要打扫卫生，下午看书，结果上午突然下雨，没办法开窗通风，然后你就不知道我要先做什么了，纠结半天还是卡在原地。再比如说，你在写方案的时候，原来的思路被领导否定了，这个时候你会很难立刻切换到新的方向，反而会一直纠结我原来的想法为什么不行，我觉得挺好的呀，然后半天没有进展。还有用导航的时候，遇到堵车提示要绕行，你会因为偏定了原来的路线而感到焦虑，所以宁愿堵着也不想换道。这些都是灵活变通能力不足，大脑习惯了我要按着既定的剧本走，遇到突发的情况容易卡壳。简单来说，执行功能就是大脑的指挥官，冲动控制是这个指挥官能不能管住想要乱跑乱动的手脚，工作记忆是指挥官能不能记清任务清单，灵活变通是指指挥官能不能应对突发状况。那 ADHD 人士的这个指挥官不是不干活，而是没那么给力，这也是他们生活里总觉得明明想做好，但是却总是掉链子的核心原因。那 ADHD 人士的指挥官为什么不给力呢？这是因为为了能够让大脑顺畅的运行，我们必须在恰当的位置有足够浓度的神经递质，尤其是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否则我们就很难激励自己去开始并且完成一项任务，也很难激励自己去组织计划某件事情，或者去调节情绪，执行计划。简单来说，就是 ADHD 的大脑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但究竟怎么个不一样呢？以目前的科学研究来说，还很难得到更深入的结论，毕竟我们大脑的神经结构实在是太复杂了，医学伦理也不允许我们把活的 ADHD 人士的脑壳打开，来看看他们的这些神经是怎么连接的。不过大家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和许多精神疾病、精神障碍和神经元特性一样， ADHD 的产生具有很多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以是内源性的，也就是先天的、生理性的，也有可能是外源性的，也就是说来自外部环境。其中一些已经得到业内明确共识的原因，包括第一个神经因素，主要是大脑里的神经。我们是一个脑科学和情绪健康的播客，所以我们在节目中有反复提到过，我们人类大脑分为许多不同的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其特定的功能，某些区域能够和外界沟通，有些区域负责视觉、听觉和感受，有些区域帮助我们如何应对外部的刺激。为了能够完成任务，大脑的各个区域通过神经回路互相连接，确保信息能够传递到指定的地点，然后在那里得到处理。在信息的传输过程中，大脑会用到一个类似于邮差的物质，它叫做神经递质。这些神经递质是由神经元合成的，每个神经元，也就是每个神经细胞，只能合成极少量的神经递质，然后把它存储在两个神经元之间的接触部位，也叫做突触当中。神经元接到信号后，这个突触就会释放神经递质去刺激下一个神经元。这样的刺激就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帮助我们的大脑通过神经元把信息传递到它需要去的地方。但是呢， ADHD 的人，他们大脑的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有些人认为ADHD 是大脑中信息处理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大脑的信息处理功能主要是和神经递质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还有血清素有关。这些神经递质是不是充足，决定了信号能不能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外一个神经元。我们非常熟悉的，之前在播客中也反复提到过很多次的多巴胺，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大脑的活跃度，提供激情和行动的动力。还有一个叫做去甲肾上腺素，它主要负责注意力，让人在行动和思考中都能够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它还可以激活神经系统中调节压力的部分。那血清素呢？它会影响对冲动的控制，比如说让我们在生气吵架之后心情可以平复一些。在一些 ADHD 人士的大脑的某些区域，这些重要的神经递质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不足。这些受到影响的大脑区域包括前额叶皮质、边缘系统、基底神经节、网状激活系统。这个具体我们就不介绍了这些专业词汇解释起来会比较枯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读一下这本书，里面有更加详细的解释。总之呢，没有 ADHD 的人，他们的大脑可以通过神经递质之间的相互协调，来保持一定程度的持续的专注力。大脑它可以自己从从容容的自我调节，然后对行为施加适度的控制。但是 ADHD 人士的大脑就没有那么强的适应能力。我们一般通常可能会认为有 ADHD 的人容易受到过度刺激，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恰恰相反，能够刺激普通人大脑的事物一般不足以刺激 ADHD 人士。他们的大脑有自己的规则，他们的目的是要寻求他认为的最佳刺激，而不是外界认为的最佳刺激。也就是说，外界的标准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的兴奋程度、注意力集中程度往往取决于刺激是基于内心的渴望还是基于外部的需求。来自自己内心的渴望对于 ADHD 人士的大脑来说天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满足来自自己内心的渴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多巴胺。反过来说，如果外部的需求，比如说某项工作不足以让他的大脑产生足够的多巴胺，那么人们就会表现出典型的 ADHD 症状。这么一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般人就算没有患有 ADHD， 但也可能会表现出类似的症状，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做的或者正在做的事情不足以引起他们足够的兴趣去坚持下去，去投入所有的注意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含有活性成分派甲酯的精神兴奋剂对于 ADHD 人士特别有用，因为这个药物可以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提高觉醒水平，反而能够起到和兴奋剂相反的作用，可以让 ADHD 的大脑得到休息。第二点，造成 ADHD 的是遗传因素。现在的观点是 ADHD 的遗传率极高，截止2018年，超过37项此类研究结果显示，临床上 ADHD 的遗传率平均值为 74%， 这和孤独症、双向情感障碍还有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率很接近。除了可能直接导致 ADHD 的因素之外，科学家们还在研究一些可能会触发 ADHD 遗传易感性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会影响 ADHD 人士的症状表现和内心的痛苦程度。
这些因素包括出生前或者出生时候受到的损伤，包括脑损伤或者出生的时候体重偏低等等。还有，如果儿童长期受到负面的心理因素影响，对他们的成长也是非常不利的，会让他们长期处在压力之下，从而影响症状的发生。这些负面的心理社会因素包括了身体、心理等方面的暴力或者忽视，还包括一些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比如说经常性的惩罚、批评，或者过度的溺爱、缺少规矩等等。我们在传统的认知上可能会觉得 ADHD 发生在小孩身上比较多，这确实是真的，因为小孩脑部发育不完全，大脑很难去执行某些任务。但 ADHD 并不只发生在小孩身上，很多孩子长大之后还是没有能够摆脱 ADHD， 保留了很多孩子时期的症状。小孩子的 ADHD 一般是这样的，第一个特点是注意力缺陷，比如说经常不能够密切关注细节，容易犯粗心大意的错误，在执行任务或者游戏活动中很难维持注意力，和别人说话的时候看起来心不在焉的，不遵循指示，没有办法完成任务，不愿意去做那些需要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也很容易因为外界的刺激而分神。生活中呢，也会总是忘记事情。听完这些是不是想说，我不是儿童，但我好像也是这样的呢？我们先不要着急给自己下诊断。儿童 ADHD 的第二个特点是多动，经常手脚动个不停，或者在课堂上面不停地扭动，甚至可能会离开座位跑到别的地方去做。有些小孩呢，也可能会在一些不太合适的场所经常的爬上爬下，跑来跑去的，也没有办法安静的玩耍或者玩一些比较相对悠闲的活动。他经常会忙个不停，好像永远被发动机驱使着。他们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话非常的多，特别喜欢说话，喜欢插嘴。儿童的这些特征到了成年阶段会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儿童 ADHD 的第三个特征是冲动，他们经常不等别人把话说完，就会急着报答案，喜欢打扰、打断别人。这一点好像很多成年人也有，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但到底是出于 ADHD 呢，还是别的原因，那我就不知道了。确实，随着孩子的长大，有些症状会减少，有些症状会加重。我们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比较强，也有可能是受到体力精力的限制，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跑来跑去，上蹿下跳。但是我们脑子里面的小剧场，随着我们长大并没有停下来，纷飞的思绪，跌宕起伏的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比小时候更刺激，只不过不像孩子那样容易表现出来。成年人的情绪总是藏得比较深，自己脑子里想了很多，心里很难受，别人却往往都看不出来，所以别人也不会太意识到这个人可能会有 ADHD。 这也让成年后 ADHD 的诊断要比儿童时期困难得多。成年人的很多症状经常被归类为一些人格特征，比如说这个人不守纪律、懒惰、愚蠢、不思进取、不靠谱、脾气差、低精力、高敏感、抗压能力差等等。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宣扬一种理念，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只要你付出足够的努力，付出足够的行动，就可以改变你想改变的。如果你得不到你想要的，那只能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但是现在随着大脑和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的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个体和周遭环境不断的发生冲突，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活得好像不是那么舒服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于我们的大脑。ADHD 具体形成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说得非常清楚，它背后的密码并没有被完全破译。要临床诊断成人 ADHD 是一项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不仅仅要进行心理测量，还要进行生理测量，还要和患者家属进行访问调查，追溯过往的病史，甚至童年时期的表现。仅仅凭借主观臆断，然后和医生或者治疗师简单的交谈，这是远远不够的。除了能够积极配合的当事人外，还需要一位了解 ADHD 的复杂性，了解最新的相关科学知识，并且能够正确使用各种不同诊断工具的专家。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在网上看了一些帖子说
ADHD 人士的5大特征来测测你是不是，然后就轻易的给自己诊断了，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你对自己的倾向有怀疑，而且也确实有一些症状影响了你正常的生活的话，那还是建议去看一下专业的医生。如果对自己是不是有 ADHD 有怀疑的，可以参考一下我在这期节目详情页，也就是 show notes 里面贴了一个成人 ADHD 表现清单。如果说中了你很多点的话，可以去进一步寻求专业意见，获得帮助。但我还是要重申一遍，这份清单并不能代表官方的诊断标准，甚至可能离真正医学定义的 ADHD 还差很远。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多少都有点 ADHD， 多少都有点 ADHD 和诊断的 ADHD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好比我们说的焦虑啊，明天要考试了，我感到很焦虑，那我就是焦虑症了吗？显然不是。在面临压力、面临未知的时候，我们产生焦虑的反应是一种很正常的表现，并不意味着焦虑症这种长时间的心理障碍。当我们失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很抑郁，可能会持续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那我们就是抑郁症了吗？显然也不一定。由于某些事件产生的抑郁情绪和长期对生活感到绝望的抑郁症是不一样的。同样 ADHD 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们说到 ADHD 症状的时候，它的表现还包括了拖延、分析瘫痪，也就是选择困难、缺乏时间感知力、话很多等等。这些表现我们普通人偶尔都会有，但是偶尔出现和 ADHD 患者长期被其困扰严重影响生活，这完全是两回事。比如说拖延，我们谁没拖过事情？周一要交报告，周日晚上才熬夜赶，明明知道该洗头了，却瘫在沙发上刷2小时手机在动。这种偶尔拖延大多是因为不想做或者觉得还早。再比如说分析瘫痪，它常常表现为选择困难。我们普通人也会有选择困难，比如说我买奶茶，我要买哪个口味的，我买衣服选哪个颜色，但是最多纠结几分钟也就决定了。而 ADHD 相关的分析瘫痪是陷入毫无意义的细节纠结，根本没办法做决定。在缺乏时间感知力方面，正常人可能也会低估我们做一件事情需要花多长时间。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以为1小时能够洗完衣服做完饭，结果花了2个小时。这种误差大多在可接受的范围，并不会影响整体计划。再来，话多的人也很多呀，也不是每个人都有 ADHD。普通人聊天也会话多，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滔滔不绝说半天，看到别人想插话也会及时停下。但是 ADHD 相关的话多是冲动控制能力不足导致的脱口而出。再回到我们播客开头描述的那个手忙脚乱的周末清晨，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也并不是 ADHD 人士独有的。现在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注意力缺失这个情况，可能是因为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信息过载，让我们的注意力变得七零八碎的，还是 ADHD 的生理结构导致的，或者还是有别的原因，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说到这里啊，我觉得很有必要聊一聊社交媒体对于我们今天 ADHD 症状的影响。首先要说的是，社交媒体的日益发达并没有直接制造 ADHD， 但它像是一个放大器，它既放大了 ADHD 人士本就薄弱的执行功能短板，也让普通人群出现类似 ADHD 的症状，甚至间接增加了潜在人群的发病风险，形成一种双向影响。首先，社交媒体的碎片化加强刺激的这个特性，刚好戳中了 ADHD 大脑对即时反馈的依赖。ADHD 人士大脑本身多巴胺调节不足，而社交媒体的小红点、点赞提示、短视频的快节奏切换，能带来瞬间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就像是给大脑喂了一颗糖。久而久之，大脑会越来越适应这种高频刺激。在面对工作、看书这类需要延迟满足的任务时，就会更难集中注意力。比如原本能专注半小时处理文件，现在刷惯了15秒一条的短视频，再去看长文档就会忍不住频繁的分心，总想去摸手机，形成越刷越难专注，越难专注越想刷手机的恶性循环。再来，社交媒体的多重任务陷阱加重了执行功能的负担。
ADHD 人士本来就容易被无关信息带偏，而社交媒体的同时在线模式，一边刷朋友圈，一边回微信，一边看直播，这让大脑长期处于这种切换状态。这种多任务模式会进一步削弱工作记忆和冲动控制能力。比如我正在回复工作消息，突然弹出了娱乐八卦推送，然后就会忍不住点进去看，回头就会忘了原本要回复的内容。或者计划刷10分钟手机就去工作的，结果被算法推荐的内容吸引了，不知不觉刷了1小时，应该启动的工作任务就这样又被拖延了。更关键的是，社交媒体还会模糊正常分心和 ADHD 症状的边界。对普通人群来说，长期浸泡在碎片化信息里，也会逐渐养成注意力跳跃、缺乏耐心这些习惯。比如书没看几页就想刷手机，聊天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去看消息提示，这些表现和 ADHD 的注意力缺陷高度相似。这不仅让真正的 ADHD 患者更难被识别，也会让很多人误把社交媒体依赖当成 ADHD， 陷入不必要的自我怀疑。而对本身就有 ADHD 遗传倾向或者神经特质的人来说，社交媒体的长期刺激可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如说，青少年的大脑还在发育，额叶的执行功能尚未成熟，过早过度的使用社交媒体会影响注意力的深度培养，原本轻微的注意力不集中可能会逐渐发展成明显的 ADHD 症状，影响学习和生活。我们简单来说，社交媒体不是 ADHD 的病因，但是它构建了一个让 ADHD 症状更明显，让普通人更难专注的环境。它像是一个不停闪烁的霓虹灯，让本来就容易分心的大脑更难安静下来，也让 ADHD 人士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大。总之呢，这些 ADHD 的表现就像是感冒发烧，普通人偶尔会感冒，吃点药休息下就好了。但是 ADHD 患者是长期反复发烧，严重影响生活，需要专业的干预和适配的生活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有类似症状，但这并不代表人人都是 ADHD。关键看这些表现是否持续存在，是否让你长期痛苦，是否严重影响了你的工作和人际关系。我脑海中的游乐场这本书的作者伯格尔就是在饱受心理生理折磨之后，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该去医院看看了。童年的好动不守规矩并没有对伯格尔本人造成太大的困扰，虽然受到的批评比其他孩子多一些，但是家人和老师还算包容，并没有给他的童年和青春期造成太大的痛苦。他一直认为自己心理比较健康，但是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之后，他的压力变得巨大，要平衡家庭和工作，还要维持和男朋友的关系，还要处理朋友关系，这让他觉得力不从心。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里面，有着过多的选择和太高的期望，我们会感到压力。可是作者却常常觉得，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处理好日常事务，而其他人都可以自如地应对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和压力。时间长了，伯格尔就会觉得越来越困惑，别人都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他们好像看起来都很轻松的样子，但我却总是陷入困境？为什么我总是迟到，总是取消约会，总是匆匆忙忙的？为什么别人可以在工作了10个小时甚至12小时之后，还可以去约朋友吃饭或者去健身房做运动？而我呢，明明只工作8个小时，却觉得累得要命，只能躺倒在沙发上。然后伯格尔的胃也开始抗议，要不是胃痛就是肠易激综合症。他去看了医生检查，却显示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器质性的问题。医生说这可能是心理因素引起的，让他去看心理医生。但是伯格尔又很害怕去看心理医生，于是他就用他的老办法拖延。拖延是他一直以来应对麻烦事情的一个常用策略。然后他还习惯性的进行了自我反思，毕竟我们的社会总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还不够努力，或者说你需要更努力。于是在某一个时刻，我们就会产生自我怀疑，难道我就不能直面压力吗？只有我抗压能力这么差吗？我是不是太不自律，太懒惰了？当出现这些消极想法的时候，人就会感受到明显的痛苦，人会被拖垮，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动力。就在这个时候，
在周围人的督促下，作者终于去看了医生，也终于在29岁的时候确诊了 ADHD。 而其实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症状了，但却一直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想象一下，当我们一听到 ADHD 或者多动症这个词的时候，脑子里面会想到什么？一般我们脑子里面会出现一个调皮捣蛋、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小男孩的形象，几乎就是那种3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那种。没错，我们一般会想到的是一个小男孩。相比较之下，小女孩往往是比较文静的，好像天生就没有小男孩那么爱动。但实际上是怎样呢？在德国0到17岁的人口中，约有 5% 的人有 ADHD， 其中男孩的诊断率是女孩的3到4倍。最近几年来，随着诊断认知的提升，比例逐渐缩小。柳叶刀2023年研究指出，男女确诊比例约为3:1，但实际患病比例可能会接近 1.5:1， 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女孩的症状长期的被遗漏，并没有进入确诊流程。为什么女孩的 ADHD 不容易被发现呢？因为女孩的 ADHD 症状更加隐蔽，男孩的 ADHD 更外显，更容易被看到，通常表现为坐不住、课堂上随意走动、抢答问题、打闹、不守规矩。这些行为直接干扰了课堂的秩序，还有别人的生活，容易被教师、被家长快速的察觉，然后进行评估。但是女孩的症状相比之下就更加内敛了，她们核心的症状是安静但不专注，上课的时候看似做得很端正，实际上经常会走神、做白日梦，容易忘记作业、拖延严重、健忘、组织能力差。这种对内的困扰，它并不影响其他人，缺乏明显的外部冲突，所以很难被外界识别。这些特征甚至还有点符合很多人对于女孩的刻板印象，认为女孩子嘛都是这样的，也就更加容易被忽视了。我们的社会对于女孩的行为规范更加强调要安静、顺从、懂事，这种期望促使女孩主动的隐藏症状。为了不被孤立，女孩会刻意模仿正常行为，比如说上课即使听不懂、听不进去，也会装作专注的点头，将她的多动的冲动转化为在桌子底下抠手指、转笔等细微动作。女孩会用讨好型社交掩盖注意力缺陷，让他人难以察觉异常。女孩也会更加倾向于内化批评，当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任务完成的差等等问题的时候，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不够努力，而不是生理层面的障碍。相比之下，男孩更加容易将批评外化，表现出反抗行为，这样就会更容易触发大人对于他是不是有 ADHD 障碍的关注。也是类似的原因，女孩长大成人之后，成年女性的 ADHD 也容易被忽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 ADHD 它往往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会和其他精神疾病同时存在，其中就包括焦虑症、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药物成瘾，还有一些人格障碍，包括我们上一期播客聊到过的边缘型人格障碍 BPD、自恋型人格障碍 NPD 等等。女性的 ADHD 人士同时表现出这些合并症的比例更高，这些内隐的情绪问题往往比 ADHD 本身更突出，导致他们会被先诊断为情绪障碍，而不是 ADHD。 有些人可能会因此接受很多年的情绪障碍的治疗，却一直没有效果。好了， ADHD 终于得到确诊了，那确诊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费那么大劲确认自己是个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人，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非常喜欢美国神学家尼布尔的名言，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请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请赐予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就像作者伯格尔说的，自己 ADHD 的确诊就像是一次觉醒，一次重生。诊断结果让他从新的视角看待事物和自己，让他明白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很多的心理问题，根源在于我们大脑的运转方式和大多数人不一样。除了获得相应的治疗，
确诊的意义首先是给长期的内耗、自责画上休止符，带来被理解的平静感，开始真正的接纳自己。在这之前，你可能一直困在为什么别人可以轻松做到的事情，我拼尽全力却还是搞砸了这样的自我否定当中。拖延不是懒，是执行功能的任务启动能力不足；分心不是不认真，是大脑前额叶的注意力调控机制不同；丢三落四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不靠谱，而是工作记忆的临时缓存容量有限。确诊让你明白了，这些困扰不是性格缺陷，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神经发育带来的客观差异，这是你无法改变的部分。接受它，就等于放下了常年扛在肩上的自我批判的重担，不用再为不符合世俗标准的正常而愧疚焦虑了。接着，确诊会赋予你改变的勇气。知道了问题的核心是执行功能不足，你就不用再盲目尝试用别人的方法去成功，而是能够针对性的寻找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工作记忆弱，那就用备忘录思维导图，把临时任务写下来，代替大脑死记硬背。启动任务难，可以试试看5分钟法则，先做5分钟就停，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来打破拖延的魔咒。注意力容易跑偏，那就在做事的时候把自己放在一个少干扰的环境中，避免自己的注意力被外界吸引。这种改变不是逼自己变成别人，而是顺着自己的大脑规律来做事情。就好像知道自己是左撇子，那就不用硬逼自己用右手写字，而是找到适合左撇子的工具和姿势，这样反而能够发挥优势。确诊让你从对抗自己变成合作自己，这份清晰的方向感正是勇气的来源。更重要的是，确诊带来了分辨能改变和不能改变的智慧。你会明白，神经特质的差异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的大脑对多巴胺的敏感度、前额叶的发育节奏，这些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必强求自己变得和神经典型者一样的专注，一样的有规划。但应对方式、生活环境、自我认知，这是可以改变的。你可以调整工作节奏，避开需要长时间高度专注的时段，可以和家人、同事坦诚沟通自己的特点，获得更多的包容和支持。可以放弃必须完美的执念，接受自己在某些事情上需要额外的辅助。这种智慧让你不再陷入要么全盘否定自己，要么强行伪装正常这两个极端，而是在接纳差异和主动调整之间找到平衡，既不躺平摆烂，也不自我苛责，活得更加的清醒跟舒展。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用神经多样性的视角来看待自己。你的大脑不是有缺陷，只是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既能带来挑战，也能够成为独特的优势。我特别喜欢神经多样性这个词，这是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在不远的过去，其实在很多地方现代人是这样，我们的社会有一套主流的标准，在这套标准之内被称作正常，在这套标准之外被叫做不正常或者是有病。德国的联邦社会法院在1972年是这样描述疾病这个词的：疾病是一种需要治疗的非正常的身体或精神状态，可能伴随或者直接导致劳动能力的丧失。这样看来，在那个年代有一套明确的标准去定义什么是正常，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就是不正常。而今天的我们已经很清楚，事情不再可以这么简单的一分为二，我们的世界是多种多样的，是多元的。就像以前我们在网上看到皮肤白、V 字脸、欧式双眼皮、水蛇腰、大胸的女孩，会觉得这些是美女，这些是好看的。但今天有更多的人同时也会喜欢健康的小麦色、有肌肉的女生，或者微胖圆脸的女生。这种不一样的审美同样也是美的。这种多元的审美同样也是神经多样性理论所倡导的。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我们的肤色体型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也要接受我们的神经系统状况，也就是我们大脑的运转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无差别的接受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天生就是这样的，还是后天受了环境的影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人可以是害羞的，可以是幽默的，可以是开朗的，可以是温柔的，可以是暴躁的，可以是大嗓门的，也可以说话轻声细语。人可以自信，也可以胆小敏感，可以勇敢，也可以冲动，可以专心投入，也可以心不在焉。我们其实不需要对每个人进行分类比较评价，当然更加不需要把自己献祭给他人，让他人对自己做评价，期盼着得到别人的认可。最后我想再给大家讲2个女孩的故事。这2个女孩都是高敏感的人，她们有着相同的特点，她们都不能很好的过滤周围环境的刺激，她们对所有的刺激感知都非常的强烈。但这2个女孩的不同地方在于，其中一个家境比较好，她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而且她的家人也给了她充分的支持，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足够的关爱。而另外一个女孩呢，她的家庭环境可能就没那么好了，她和家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她的父亲因为工作繁忙比较少在家，父母的关系也一直是长期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当这个家境比较好的女孩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刺激，想要有一个躲避的空间时，她可以随时获得满足。她从来不需要为安静的环境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挣扎着勉强自己。她有自己的房间，有一扇可以关上的门，有很多书，有降噪耳机。她的父母也会积极地和学校沟通，确保她在学校能够得到足够的关注。周围的人也都尊重她的敏感特质。那另外一个女孩呢？她的生活条件比较差，在家里她没有安静的空间，也没有做作业的地方。家里6口人住在一个房间里，客厅里的电视机总是开着，她总是被噪声和压力包围着，她需要承担很多的责任，却得不到什么支持，也没有躲避和休息的机会。这个时候，第一个女孩只要感觉到刺激过度，她马上就可以找机会进行调整。而第2个女孩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她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她可能会寻求更加强烈的刺激来屏蔽她当前受到的刺激，于是她可能会对网络游戏成瘾，可能会更频繁地对周围的环境做出暴躁或者愤怒的反应。她的睡眠也可能会出现问题。结果就是这2个天生有着同样特质的女孩，一个被认为是内秀细腻的，另外一个被认为是好斗难缠的。性格特征的表现和发展，除了天生的遗传之外，还取决于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和成长的环境。我们可能无法决定一个人出生的家庭，但是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致力于打造一个更有爱、更包容、更能理解他人的社会。这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这可以让每个人格特质不同的人都能够获得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神经多样性的倡导正是这样，它打破了把大脑运转符合主流标准的神经典型性等同于正常这样一个单一的认知。它把 ADHD、自闭症、双向情感障碍等神经发育差异从疾病缺陷重新定义为人类大脑多样性的自然存在，背后藏着对个体差异的尊重，对科学认知的深化，同时也推动着社会向包容与多元迈进。现在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我们对于各种新的心理疾病的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也更愿意去接受自己可能得病了，自己的神经结构可能和别人不一样，而出现一些人格障碍这些事实。同时，我们也开始接受这些情况发生在自己的家人朋友身上，更愿意去理解他们，给他们提供帮助。这是神经多样性最好的普及。但是这些神经疾病的科普可能会带来一个反作用，就是我们可能会在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给自己往上来这么诊断一下。一开始可能只是随便做个测试玩玩，结果发现，这就是我于是给自己贴上一个心理问题的标签。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是蛮担心的。同样一个标签，不论是现在社媒上流行的 ADHD， 或是前段时间流行的焦虑症、抑郁症、双向等等，对于不同心态的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我担心的是，有着消极心态的人可能会由于这个诊断给自己判了死刑。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自己可能是双向情感障碍的时候，会想到，听说这个病大概率是遗传，也不好治，怪不得我怎么努力都没用，怪不得没有人能理解我。
大概我就是注定没有办法和这个世界和解，我注定要孤独一个人。这么一想就更小气了，算了，我还是躺平吧，没救了。然后就在双向这块标签后面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而对于一个心态积极的人来说，发现自己有心理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会变得能够接受自己了，我们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它可能意味着我们终于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处理自己遇到的问题了。我们可以找到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获得专业的帮助，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比较可惜的是，往往会去做这些网上的心理测试的，或者去查阅这些信息的人，在当下的心理状态并不积极，这样也就很难用积极的态度去看待问题。我很明白，要用积极的态度看待生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很大的勇气。但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绝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任何心理标签都不该是你人生的判决书，而顶多是一张导航图。它告诉你，你可能在哪个路段会遇到拥堵，你的车况和别人不太一样，但它从来不会说你到不了这个目的地。就像 ADHD 的标签，不是让你接受躺平，永远拖延，永远分心，而是让你知道我需要减少干扰，或者我需要用备忘录代替工作记忆。双向的标签同样也不是让你认定我注定情绪失控，孤独一生，而是让你明白我需要更关注情绪预警信号，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今天我们之所以聊神经多样性，聊 ADHD， 聊这些被社交媒体热议的心理话题，不是为了给大家贴更多的标签，而是想传递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世界本就没有标准的正常化，每个人的大脑都有自己的运转节奏，每个人的情绪都有自己的起伏规律。那些让你困扰的不一样，可能是你的挑战，但也可能藏着你的优势。那些让你焦虑的问题，不是用来否定自己的，而是用来指引你如何更舒服地活着的。如果此刻的你正拿着某个标签陷入迷茫，甚至想要躺平放弃，不妨试着把标签放一放，不用急着给自己下诊断，也不要强迫自己立刻积极起来。先允许自己有低落的情绪，允许自己暂时搞不定，然后慢慢问自己，这个标签背后，我真正的困扰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应对它？我能跨出的最小的一步应该朝向何方？但愿我们都能拿着认识自己的钥匙，打开和解的门，不因为标签而自怨自艾，也不因为差异而强行伪装，只是坦然接纳自己的所有模样，然后带着这份清醒，慢慢往前走走。哪怕步子小一点，哪怕偶尔会跑偏，只要我们不放弃对自己的温柔，不丢掉对生活的期待，就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舒服的活法。好啦，本期的往前走走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关于神经多样性、ADHD 或者情绪成长的故事想分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听友群的联系方式在节目详情页可以看到。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爱自己。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